各位朋友，大家好。在日本民间曾经评选出了世界历史上的三大美女，她们分别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还有日本的女词人小野小婷，以及中国唐朝的杨贵妃。这一结果出炉以后，马上就遭到了当时在乾陵地宫里安度晚年的另外一位唐朝伟大的女性的强烈不满。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武则天。武则天说：“这些日本人也实在太没有眼力了，他们怎么能这样评选呢？三大美女中居然没有我武媚娘。”就说这三大美女，这小野小婷咱们不说了，她毕竟是日本人，日本本土评选的，她占尽了地主之力，所以呢，我也不说什么了。那个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她除了年龄比我大点，哪一点比我强？书中暗表，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他生活的年代呢，大概是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也就是在中国西汉时期的人。所以说呢，他确实是比武则天大，大的也不多，大概700多岁吧。武则天呢就说，这位埃及艳后，你们都说她美貌动人，可以先后用美色魅惑住了凯撒和他的养子安东尼，让这前后2代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她服务。但是你们谁又见过她的真实长相？她有画像吗？她有照片吗？出过写真集吗？凭什么认定她就是个大美人？书中又暗表，这位埃及艳后的长相呢，确实是一个谜。后来啊，人们考古发现了一枚罗马的银币，这个银币的正反面呢，分别是2个人的画像，一面是罗马的统治者安东尼，另外一面据说就是埃及艳后。不过如果埃及艳后真的是长得硬币上的样子的话，那确实算不上什么好看。从硬币上来看，这位女士长得鹰钩鼻子，下巴呢又尖又长，有点像那种童话故事里的那种女巫的形象，就是那些不骑马不骑车就骑着扫帚满天飞的女士们。现在据说已经时代发展了，已经不骑扫帚了，改骑吸尘器了。反正是长得并不好看，那种长相呢，就是你特别使劲的想，才能觉得这是个美女。所以可见凯撒和安东尼的口味确实是比较独特。埃及艳后呢，可以说走的就是那种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的这条路子。她前后的情夫分别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凯撒和他的养子安东尼。最后因为安东尼无限度地把罗马帝国的土地财产都给了埃及，所以呢激起了罗马帝国内部人士的不满，最后屋大维杀死了安东尼，又准备征讨埃及。埃及艳后最后无奈之下，让一条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武则天眼里，埃及艳后或者是有美貌，或者是有才华，二者取其一。而她走的路子呢，又是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而武则天则不一样，她认为自己是既有美貌又有才华，而且是既征服世界又征服男人。即使是单说美貌，武则天也认为自己不会输于自己的孙媳妇杨玉环，所以呢，她就吩咐身边的人马上把镜子拿来，她要问一问到底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武则天对着镜子说镜子镜子，你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等了半天才听见镜子弱弱地说了一句，说陛下，您能否站得稍微远一点？武则天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让朕站得远一点？镜子说，陛下的脸实在是太大了，我这个小镜子很难看到您的全貌。历史记载，武则天是宽额广颐，她的脸方方正正的很大。现在的审美观点呢，都比较喜欢小脸，那个下巴也都特别尖，尖的可以当三角板用。像武则天那样的面孔和您现在看到的这副面孔，现在呢应该只能出现在自媒体中。在官方频道中，这样的面孔一旦出现，很可能会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而被处以罚款。不过在唐朝的时候，武则天这种相貌应该算是美女。
镜子看到了武则天的全貌以后，迟疑了片刻，说：“陛下，您确实是美貌动人。”武则天又追问了一句：“那你说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个镜子呢，又不合时宜地迟疑了一下，最后说：“陛下，您和您的孙媳妇杨玉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武则天听了以后是勃然大怒，吩咐左右说：“来人呐，把这个镜子拖出午门，给我砸碎了。”这个镜子也就这样光荣地殉职了。正在武则天余怒未消的时候，这时候听见自己身边有一个弱弱的声音，喃喃地说：“其实这也不能怪镜子。”武则天呢，听着这个声音觉得很奇怪，这个口音呢，有点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的声音。武则天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穿着日本服饰的女子跪在殿下。武则天就问她：“你是何人？”这名女子又用那生硬的汉语回道：“臣妾藤原香子，后世的人又管我叫子氏部。”书中暗表，子氏部是日本平安时期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有一部伟大的著作，就是《源氏物语》。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这本书在日本文坛的地位可与《红楼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相媲美。于是武则天就追问子氏部，问为什么我不能怪这把镜子。子氏部慢慢地说，之所以杨贵妃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此崇高，一则是因为她本身伤感的经历符合了日本人的审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和介绍她让日本人认识的那个人，就是把杨贵妃介绍给日本人的那个人有密切的关系。武则天又追问，那个人是谁？子氏部说，他就是白居易，白先生。之所以后世的人把藤原香子称作子氏部，子是来自于他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而氏部呢是一个官职。这个官职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天皇宫中的皇后讲解诗词，而他当时最主要讲解的诗词就是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子氏部生活的年代呢，大概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而在白居易在世的时候，也就是在日本的嵯峨天皇时期，白居易在日本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时的日本天皇嵯峨天皇可以说是白居易的死忠粉，他的枕头底下就放着一本《白氏文集》，他每天呢一定要拿出来咏读一番。而且呢，他还特别设立了一个职位，就是侍读官，专门为他朗诵和解说《白氏文集》。嵯峨天皇还命令那些来往于中国、日本的那些商旅或者是遣唐使们，让他们务必要把白居易的最新的作品带回日本。所以白居易在中国发表的诗作，不出3年就会摆放在嵯峨天皇的案台上。这位天皇还命令自己的臣子们也要能够背诵白居易的诗，如果你背的不对的话，那恐怕你这个官儿就做不成了。那不当官去干什么呢？可能是去做御赐小仵作吧，不过呢是要从解剖自己开始。嵯峨天皇呢有点像中国的南唐后主李煜，有点那个文艺皇帝的意思。在日本历史上啊，曾经有过一个长达150年的国风黑暗时期，这是从公元的759年到公元907年。这段时期之所以被称为国风黑暗时期，就是因为在这150年间，汉诗文的影响力完全压倒了日本的传统文学。而大家看这个时期，公元759年，中国的安史之乱是爆发在公元755年，所以呢，也就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一直到公元905年，而朱温灭唐，也就是唐朝的结束，是在公元907年。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从安史之乱一直到盛唐的终结，这段时期正好是日本的国风黑暗时期。由此呢，也不难看出当时唐朝的文化对日本文化的那种压倒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在这段时期日本完全接受了唐朝的文化，虚心地向唐朝学习？这一点呢，我想和我们以前讲过的白江口之战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白江口之战，唐军重创了日军。经过这次惨败以后，日本呢也意识到了自己与唐朝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呢开始虚心的学习。就像后来明治维新时期，当英国和法国的坚船利炮砸开了日本的大门以后，日本开始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或者是在二战期间，在美国把日本摁在地上摩擦一番以后，日本也开始虚心地向美国学习。这一点呢，应该说是日本文化中的闪光点。而日本之所以有今天，我相信也和他们这个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全盘接受唐朝文化期间，白居易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日本也有一本类似中国的唐诗300首，他们呢好像是叫唐诗1080多首，其中白居易的诗收录了500多首，元稹的诗收录了60多首，杜甫的诗收录了6首，而诗仙李白的诗仅只有2首。而日本人之所以笃信杨贵妃还活着，而且最后死在了日本，也是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述的情景有关。比如说在《长恨歌》中写道：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所以呢，日本学者就猜测，既然坟墓中没有找到尸体，那就说明杨贵妃并没有死。再比如《长恨歌》中写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白居易是想说杨贵妃后来去了海上的仙山，而日本人呢则认为海上的仙山指的就是蓬莱山，古代的时候称为瀛洲，也就是现在的日本。所以由此推断，杨贵妃是去了日本。杨贵妃之所以在日本有着这样崇高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出自于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还和他本人的特点有关系。因为杨贵妃非常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日本人的审美中呢有一种物哀之美，就好比日本人呢非常崇尚樱花，樱花就是在它生命最绚烂的时候突然的终结。我所居住的城市呢，在3、4月间呢，也是处处开满了樱花，一场春雨就能使盛开的烟花纷纷坠落。在这种满天的花雨中呢，确实能够体会出那种哀伤之美。这可能就是日本人所追求的物哀之美。而杨玉环也确实是在她最美的时候突然香消玉殒，这一点呢，就非常能够 get 到日本人的审美情趣。白居易的诗之所以在日本能够如此的流行，远远超过了他同时期或者在他之前的李白、杜甫在日本文坛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居易诗歌的风格，他的诗歌呢通俗易懂，基本上打个比方，如果你能够达到汉语的4级，基本上白居易的诗就可以读懂。而如果你要想读李白、杜甫或者后面李商隐的诗的话，那你恐怕得是汉学的硕士、博士。在日本文坛有如此崇高地位的白居易，在他的祖国中国的文坛地位却要逊色很多。而后世的很多人呢，对他的人品官声又有很多的非议。有人呢说他就是一个渣男。那么白居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又为何背上了这么多不好的名声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咱们先来说说白居易的身世。在网上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说白居易是胡人。至于原因呢，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反正都是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而且没有一条是出自于正史记载。在正史中，白居易的白姓出自于楚国的公族。在秦朝的时候，武安君白起就是白居易的先祖之一。这些呢是出自于白居易的自述以及有关人员的考证，白氏家族成员的墓志铭中。我们以前讲过，在中国古代呢，祭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认祖归宗是绝对马虎不得的。
作为后来成为朝中大员的白居易，他的家世是一定要经得起考验的，否则的话会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其实啊，不光是白居易，只要一提到唐朝的一些有名的人物，总会涉及到一个他是不是胡人的问题上。像前段时间上映的一部由陈姓大导演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妖猫传》，那里面的杨玉环扮演者就是找的一个混血的演员来扮演。据陈大导演说，他认为杨玉环应该是具有一半的鲜卑血统，所以他找了一个混血演员。不知道这位陈大导演看的是哪本史书，能否向在下介绍一下？杨玉环的身世呢，在上一集中我交代的非常清楚，不管是从他的曾祖杨望，还是他的父亲杨玄琰，那都是妥妥的汉族。陈大导演说的胡人血统，实在是不知从何而来。在以前我们谈到李世民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李世民是鲜卑人，他有一半的胡人血统。还有一位观众在留言中跟我提到了，说在李世民刚刚登上帝位，颉利可汗就率兵扣关的时候，李世民呢曾经和颉利可汗有过一次私下的交流。因为当时只有2个人在场，没有翻译，所以呢，这位观众就认为李世民一定是通晓突厥语。听起来好像是挺有道理，不过细想一下，你怎么知道李世民跟颉利可汗交谈的时候用的是突厥语啊？不是只有他们2个人吗？那么认为李世民讲突厥语的这些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是唐朝版的窃听风云吗？再者说了，他们2人难道就不能用汉语交流吗？我觉得颉利可汗懂得汉语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李世民懂得突厥语。颉利可汗也是受过教育的，而他在突厥王宫中所接受的教育很可能是汉语教育。颉利可汗后来被俘，就住在了长安，直到他去世。在这期间呢，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语言障碍，所以他很可能在这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汉语。有人说，因为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是鲜卑人，所以他可能小的时候会说鲜卑语，有这种可能。不过鲜卑语跟突厥语是一回事吗？鲜卑语据我所知是属于蒙古语语族，而突厥语呢是属于突厥语族，2种语言是截然不同的。网上有很多文章啊，热衷于炒作说这个是胡人啊，那个是胡人。在我看来啊，这些都是博人眼球，以讹传讹。我以前呢就提到过，关于是胡是汉，主要是看他对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在于血统。单就从血统而论，可以说没有什么人是绝对的纯的。那些说李世民是胡人的人，如果他们穿越去唐朝的话，敢不敢当着李世民的面这么说？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我很担心他还能不能回得来。好，刚才呢有点扯远了，咱们继续说白居易。白居易的家世中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是近亲，而且是非常非常近的那种关系。他的母亲是他的父亲的外甥女，所以白居易和他的母亲既是母子关系，又是表姐弟关系。有人说白居易在唐朝的诗人中算是非常幸运的，我想呢，这更多指的是白居易以后的仕途。在他的童年期间肯定不是幸福的，他出生的这个家庭，他的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恶劣，他的母亲因此还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按现在来说很可能是一种有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因为他动不动就要拿刀砍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在白居易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和他的弟弟白行简经常是四处的向邻居乞食，这些呢也都加剧了他母亲的病情。不过好在白居易和他的弟弟白行简并没有受到他父母近亲结婚的影响，在基因上呢没有什么缺陷，反而是非常的聪明。白居易不光是聪明过人，而且是非常的用功。他曾经自述他读书读到了什么程度呢？手肘部分呢都磨出了老茧，两眼昏花，牙齿都开始脱落，头发都变白变稀。所以我想啊，白
白居易当时读的肯定是一些古书，所以老得这么快。在白居易19岁那年，他爱上了他的邻居一位农家女，名字叫做香秀。这一段后来让白居易刻骨铭心一辈子的爱情，当时却遭到了白母的坚决反对。白母认为白家毕竟是官宦之家，将来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要娶一个对自己的前途有帮助的女子为妻，不可能娶一个农家之女。而考虑到白母的病情，白居易也不敢违抗母亲的意愿。大概是他觉得只有等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以后，才有可能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妻。所以呢，白居易就加倍的苦学。在他2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了进士的考试，一举中第。大家知道，唐朝的进士是非常的难考，当时参加考试的有3000多人，最后进士及第的不过只有17人。当时呢，有一个传统，就是那些新科的进士都要在慈恩塔下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白居易在慈恩塔下就写下了这样2句诗，叫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在唐朝，你中了进士，并不是说你马上就有官做，你还要参加一个吏部的考试，考上了你才能做一个初级的官员。白居易按现在的话讲，绝对是一个学霸，最擅长的就是考试。他在吏部的考试中也是顺利过关，同时和他参加考试的还有一位后来成为他的最好的朋友以及最铁的基友，他就是元稹。从那以后，两人是相见恨晚，从此就奠定了他们今后一生的友谊。通过了吏部考试，白居易和元稹都得到了一个校书郎的职位，但是呢，这个职位的薪酬呢比较低，而白居易呢又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官，这样呢他好照顾自己生病的母亲。于是没过多久，白居易呢又参加了一个叫制举的考试。制举这种考试呢，也是当时科举制度的一种。它是皇帝为了选择一些特殊用途的人才而制定的一种考试形式。比如说，如果国家需要对外征战了，那么皇帝呢就可能开一科制举，选拔一些懂得军事的人才。如果考中的话，那你以前的官职呢会很大机会得到提升，或者做你更加喜欢做的工作。大家知道，唐朝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高峰时期，但即便是这个时期，唐朝官场中的大部分人也并不都是来自于科举。基本上在唐朝当官呢，有以下3个途径。一个呢就是科举，我们知道的进士考试、明经考试，以及刚才提到的制举。第二种呢叫荫蔽制，实际上就是官二代，但并不是所有的官都可以举荐自己的孩子进入官场，只有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这个资格。所以为什么说唐朝5品是一个在官场中重要的分水岭？5品以上才可以被称之为高级干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官场的人，在唐朝的官场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的大，一点不逊于通过科举做官的人。比如说我们讲过的唐朝的宰相李林甫，他就是通过荫蔽这种方式做的官。再有一种方式呢，是由吏转为官。在古代啊，吏与官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的分明的，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在宋朝的时候，吏是永远不能转为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很多吏都受贿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上升空间了。而在唐朝，吏是可以转为官的，虽然说并不容易，但是呢，这条渠道还是有的。白居易后来又成功的通过了制举考试，到洛阳做了一名县尉，相当于县的公安局局长。这时候白居易已经30多岁，而他的心上人香菱已经苦苦的等了他10几年。白居易回到家乡以后，再一次向他的母亲提出要迎娶香菱，但是依然遭到了他母亲的强烈反对，甚至是以死相胁。无奈之下，白居易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曾经写给香菱2句诗，说：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这两句诗，大家看是不是像极了他日后《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所以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描写的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最早应该是脱胎于他与香秀的这段感情。又过了几年，白居易终于娶了一个弘农杨氏的女子为妻，但那时候他已经37岁。在唐朝来说，这绝对的大龄。又过了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他和他的妻子杨氏又遇到了已经40岁的香菱。这时候的香菱依然没有婚配。据说这位痴情的女孩最后是皈依了佛门，从此再不理世间情为何物。他从15岁那年认识的白居易，到他40岁，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经历了25年这么长的时间以后，他们彼此最终还是失去了对方。等到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特意又回了趟老家，希望能够见到香秀，但是这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香秀不知所踪。白居易也就只好为他们这段感情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从那以后，白居易就开始放飞自我，进入了一个黑化的过程。后世对白居易的诟病呢，主要集中在2点。一点呢是说他在为官的后半段变得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成了一位庸碌之官。再一个呢是说他的晚年生活糜烂奢侈，甚至可以说是放荡不堪。最初白居易做官的时候，也是一个敢于为民请命的正臣直臣。在他担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期间，他曾经多次的犯言直谏，到后来落得被贬成江州司马。他曾经写过2句诗，说当时6学士，5相1渔翁，就是说当时有6个人都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到后来都升为了宰相，只有他最后成了一个渔翁。当然不是说真正的渔翁，只是变成了一个小官。这一切呢，也都是因为他犯言直谏所引起的。所以刚刚踏入官路的白居易并不在乎自己的官路升迁，而更在乎的是为社稷黎民请命。再后来，他母亲的去世和他的再次被贬，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的母亲最后还是投井自杀而亡。现在来看，他母亲自杀是和他母亲一直身患精神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他母亲呢，据说是看到了井中有花，所以呢就投井去摘花，因此丧生。而后来白居易在丁忧期间呢，又写了一些关于赏花的诗，这样的话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白居易的政敌所利用，说他不孝。一生至孝的白居易因此背上了不孝的罪名，还被贬了官，由此他就变得心灰意冷。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他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庸碌之辈，或者说变成了一个贪官，与那些贪官们同流合污。白居易还是坚守着他的底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期间，他虽然已经没有了以往那样犯言直谏的勇气，但是呢，他也并不是尸位素餐、庸碌之辈，他还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在他担任杭州太守期间，他疏通了水井，解决了杭州长久以来存在的水井阻塞的问题。据说西湖上的白堤也是白居易任职期间督建的。在他3年期满后，他是得到了杭州百姓的夹道欢送。在苏州，他也督建了很多水利工程。在他离任的时候，还把自己多余的俸禄留给了继任者，让继任者能够继续完成那些工程。再说说关于对他生活糜烂这方面的指责，主要说白居易续记。按唐朝当时的规定，4品的官员可以续记3名，白居易呢是续的稍微的多了点，多多少呢？多了100多名，差不多组成了一个歌舞团。不过这些呢都被称为歌舞伎。他蓄养的歌舞伎一般都是15岁，然后3年一换，女孩长到18，他就把女孩们卖掉，然后再换一批15岁的。除此以外，据传说他还跟元稹的情妇薛涛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元稹其实并不在乎。薛涛、鱼玄机、关盼盼这些人呢，都是在唐朝期间有名的欢场中的女人。
就类似于以后的李师师、杜十娘，这类的人物。确实，白居易的晚年呢，确实很有钱，官位呢也非常高，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安乐。虽然说他蓄养了这么多的歌舞伎，有违常规，但是在当时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少这些人并不是白居易强迫他们来的，他们从事的就是这份工作，以此谋生。15岁，按现在来说呢，应该算是未成年，但是在当时已经算是成年人了。最后白居易遣散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还与白居易是依依惜别，可见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我觉得白居易到晚期的放浪形骸，一定是和他和香秀的这段感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香秀以后，白居易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包括他的妻子。也许他全部的感情在与香秀的这25年中已经被消耗殆尽。我想他应该是曾经沧海，他再也没有找到一个像香秀这样的女人，所以他挑剔是因为没有人比得上香秀，他随意是因为反正没有人是香秀。一直以来不只是现在，很多俗人都愿意讨伐英雄，目的呢不过是想把自己变得不俗。其实到最后，英雄还是英雄，俗人还是俗人。后世的大文豪苏东坡曾经用4个字来评价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说元清白俗。意思呢是说元稹的诗呢写得比较轻佻，而白居易的诗呢比较通俗。这个话呢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贬义。后来呢，有人问苏东坡说：“你如此喜欢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为什么会对他们做出这样的评价呢？”当时苏东坡说：“论道当严，取人当恕。”就是说，如果从做文章写诗这方面来说，我们应该从严要求；而在评判一个人的时候，应该宽容一些。白居易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官，虽然不敢说是十全十美，但至少应该说是瑕不掩瑜。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